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成85花实力派青衣，郑晓龙的评价媒体演技让很多演员脸红。转型是85花演员不可避免的话题。杨幂的暴风眼转型失败，又重回古偶剧。唐嫣自始至终都没离开傻白甜角色。刘诗诗回归后主攻现代剧，演技备受质疑。可以说，每当85花有新剧开播，演技和转型便会成为大众关注的点。如今幸福到万家热播，赵丽颖的表现可圈可点。于是有人提出了一个众人都想知道答案的问题：赵丽颖能否凭幸福到万家成功转型青衣？观众心中最有望跻身青衣的85花。青衣演员有4个特征：年龄30+，演技实力派，代表作多以正剧、现实剧、历史剧为主，拿过业内重量级电视剧奖项飞天奖、白玉兰奖等。现阶段大众熟知的青衣演员有孙俪、樱桃、海清等，而85青衣只有一个演技备受质疑的童瑶。大江大河让她拿下第25届白玉兰最佳女配角奖，并凭该剧获得第30届金鹰奖视后又凭借30而已拿下第27届白玉兰奖最佳女主奖。但虽奖项在手，童瑶的演技却未得到观众认可。于是在一众85花中，被郑晓龙导演夸不是玩漂亮的演员的赵丽颖，成为观众心中最有望跻身青衣的人。郑晓龙、赵丽颖想靠近人物。农村题材的幸福到万家热播，赵丽颖饰演的何幸福金句频出，深得观众心。咋过？逆来顺受的过，自欺欺人的过。书记的儿子就能不办人事了？人不管走到哪儿都得讲理吧？你一个当丈夫的，看我被人凶，连个屁都不敢放。然而，抛开角色人设的加分项，赵丽颖的表演有不足，也有进步，但整体的完成度不错。正如郑晓龙导演所说，他还是努力想靠近人物，而这也是赵丽颖能演幸福一角的原因。因为赵丽颖不是郑晓龙担心的那种演员，只会玩漂亮，不踏实琢磨演技。先来说赵丽颖在演技处理还不错的桥段。剧中何幸福和丈夫王庆从村里进城，在小吃街看到亲吻的小情侣，何幸福像发现新大陆般又惊又喜。当众亲吻的画面在农村是会被乡亲背后嚼舌根的，而眼前的人却大方的亲吻，周围人也没太多的关注，这让何幸福第一次感受到城市的开放度和包容度。赵丽颖在表演时，眼神和手部的细节动作，将一个既羞涩好奇又略带期待的女子跃然眼前。第一眼，她眼睛放光，满脸激动地用胳膊碰了碰王庆来。何幸福笑望向王庆来时，右手抱着左手，时不时摩挲，眼底尽是好奇和欣喜。最后，何幸福笑眼盈盈地搂上王庆来的胳膊，然而王庆来躲开了。这一幕也为二人在城市的态度和矛盾埋下了伏笔。对于新挑战，何幸福敢于接受。从看到情侣接吻挽庆来胳膊，到进入律所工作，再到挑灯开始自学法律知识，都体现了何幸福踏实上进，不怨天尤人，有颗上进想变成更好自己的心。而王庆来拒绝新鲜事物，还爱甩锅。当摩托的哥自己不机灵，被扣车罚款后，他怪何幸福逞强，才让他们不得已离开村里来城里谋生。要不是因为你，用得着抛家舍业跑这儿看别人脸色吗？去弟弟未来老丈人的单位找他帮忙找工作，结果吃了瘪子，他怪弟弟。他的思维始终在万家庄那一方天地中。
认为只要有关系就能有钱多的工作。但城市包容度高，对人的能力要求也高。王庆来没有这点意识，他窝里横，他好高骛远，与和幸福的矛盾也会愈来愈突出。扯远了，再说回赵丽颖的演技，除了人物细节，赵丽颖的台词也比《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有了进步。断句、青虫连音听起来舒服自然，很贴近生活，但也有情绪不足的部分。何幸福在幼儿园当保洁，因为看到一个没有大人在身边的宝宝在哭，身为母亲的她抱起孩子哄，结果遭到孩子妈妈的身份阶层的侮辱。在最窘迫时曾帮过他的关涛律师，关涛叫他，问他怎么在这儿。何幸福转身抬头看到关涛，然后他低头跑开。下一秒何幸福眼眶泛红，泪水打转。这场哭戏挺戳人的，但从看到熟人关涛到他跑开委屈哭，中间的情绪转换是割裂的。人受委屈，看见熟人时情绪会放大，就像我们日常受了委屈忍着不哭时，突然看见了亲近的人，内心的生气会瞬间大过委屈，强忍的眼泪也会决堤。而这段情绪转换的戏，从电视剧的呈现来看是割裂的，但幸好赵丽颖的哭戏又加了分。虽说演技仍有进步的空间，但不可否认赵丽颖的演技在85花中算不错的了，且观众缘好，这对赵丽颖而言都是加分项。3. 赵丽颖能否转型成青衣？谈到转型，赵丽颖曾说，没有刻意转型。我的概念里没有转型这个东西，只有一个年龄上的转型，年龄对于选择题材的转型。我挑选角色的标准很简单，就是当我一口气读完剧本时，那个人物能感动我，让我觉得喜欢他就够了。确实，大众总在说演员转型，但转型与否真的比演技重要。转型的潜台词或许是角色与年龄不符，且演技又没让观众买账。所以与其说转型，比如说提升演技，能有游刃有余驾驭各类角色，且具有具抛脸的演技才更重要。能否吃一辈子演员的饭，关键还在演技。纵观孙俪、樱桃等青衣演员，演技无不受到观众的夸赞。人亦有种说法，演员要像一颗菜，平时不显山露水，一上舞台，那种鲜活和魅力全展现出来了。这说的便是演技。幸福到万家演员个人评分，赵丽颖 9.7， 刘威我是真没想到。近段时间，国产影视剧走出了不少高质量的黑马。刘亦菲的《梦话录》算是古偶圈的天花板，秦岚魏大勋的关于唐医生的一切更是让国产医疗剧有了不一样的输出。不过，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赵丽颖刚上线不久的《幸福到万家》。出道以来，赵丽颖演过很多角色，走红后更是在偶像剧跟古装剧中徘徊。《幸福到万家》中的何幸福与她以前演绎过的那些漂漂亮亮的角色有很大的区别。在一众实力派演员的合作下，《幸福到万家》成为了当下热播的大爆款。上线12天，《幸福到万家》收获了不少好评，整体口碑也很高。那么，观众对演员们的表现有什么看法？其实从个人评分就可以看出来了。在演员的个人评分中，赵丽颖 9.7， 但是作为实力派的刘威的分数，我倒是真没想到。赵丽颖是整部剧的女主角，戏份多，形象也鲜明，奔着她去追剧的观众也不少。褪去了光鲜亮丽的外表，她穿着朴实简单的衣服，打扮成了一个村妇的模样。自从《幸福到万家》播出后，大众对赵丽颖也有了新的认识。在某平台上，赵丽颖的个人评分高达 9.7， 这个分数
对于一位演员来说，确实已经不算低了。当然了，赵丽颖的演技也是有目共睹，所以有这样的分数，也可以说是在观众的预料之中。和幸福在赵丽颖的诠释下，确实很有特点。幸福到万家中扮演赵丽颖丈夫的演员叫唐增，他不是很多迷妹眼中的白白嫩嫩的小鲜肉，也不是那种西装革履的气质男神。一开始也确实有很多人觉得他的颜值不出众，可是了解王庆来只是个老实窝囊的农村人的时候，也就不觉得这个选角有问题了。可能是因为角色本来就没有那么讨喜的关系，所以即便是演技还可以，唐增的个人评分也没有很高。目前他在个人评分也只有 8.4 而已，同赵丽颖的 9.7 比起来，也都还有 1.3 分的差距。只能说角色的人设还是蛮影响观众的观后感的。相信有很多观众一开始总是误以为罗晋是男主，后来看了该剧才知道不是。没能成为男一号的罗晋，却让观众刮目相看。幸福到万家中的关涛，让不少人看到了罗晋的进步，所以他的评分也不低。打分数据出炉后，观众给罗晋的评分是 9.5。也就是说，他的整体表现跟赵丽颖其实也不相上下。当然，这其中有罗晋自己本人的功劳，也有关涛这个角色带来的好感。总而言之，这一次的罗晋给观众的印象还是很不错的。不管是赵丽颖还是罗晋，他们的评分都不低，即便是男主唐增，也有8点多的成绩。幸福到万家中，分数最低的应该是扮演何幸运这个角色的张可盈，她的分数只有 7.9， 还没有到 8.0。张可盈是演员张凯丽的女儿，演技本身不够成熟，加上星二代的身份，所以很多观众在看到张可盈的表现后，也都纷纷吐槽。加上何幸运在金钱面前放弃了自己的尊严，关键时刻放弃打官司，败坏了观众的好感度，所以这分数自然也是越给越低。同是配角，林思逸跟张可盈的口碑却不一样。或许是因为爱豆出身，大家对林思逸的表现有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惊喜，加上王秀玉这个角色也没有什么事情让观众反感，所以她的评分居然是 9.8， 是所有演员中最高的。是的，没错，林思逸的个人评分居然比赵丽颖跟罗晋等人还要高。从形象到表现，林思逸都让人有一种眼前一亮的视教感，所以大家对她的评价也非常高。当然了，这也不意味着赵丽颖的演技比她差哈。从个人评分上来看，赵丽颖 9.7 跟其他演员的评分还算是在意料中，可是看到刘薇的分数的时候，我是真没想到。认知中的刘薇算是演艺圈中的戏骨演员，诠释出来的大多数角色也都很精彩。在幸福到万家中，刘薇的万善堂真的细节很到位，特别是后来的中风老人的形象，从眼神到手抖，简直就跟真的一样。如果按照常规认知，相信多数人都会觉得刘薇的评分应该是这部剧中最高的。即便是女主赵丽颖，在刘薇这样的戏骨面前，也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刘薇的个人评分居然只有 8.2， 在全剧演员的个人演技排名上，也都没有到前3。明明有演技，评分却不高，这一点确实让人有点意想不到。但惊讶之余，仔细想想也能理解为何刘薇这样的戏骨演员评分却不高了。从实力上来说，刘薇虽然是戏骨演员，有观众缘却没有很高的话题度跟粉丝，打分的人少不说，剧中的万善堂也有让观众不太喜欢的一面。所以这一来二去，刘薇的评分就变得低了。所以演员的个人评分其实有演员本身的实力成分，也有角色的讨喜不讨喜的成分。综合来看，幸福到万家中的演员表现都不错，如果只是看演员本身的实力的话，刘薇还是比较厉害的啦。你觉得呢？幸福到万家豆瓣 7.3 分超预期。
主角演员只字未提，答案好真实。赵丽颖、刘薇、罗晋主演的《幸福到万家》热播后，豆瓣评分7.3分，一时间引来不少观众的热议。幸福到万家的评分情况如何？从幸福到万家这部剧豆瓣评分的具体情况来看，打3星、4星、5星的观众居多，而打1星和2星的人很少。综合这5个星级打分的结果，也就不难理解幸福到万家这部剧豆瓣评分为7.3分。但对于支持幸福到万家的观众来说，豆瓣7.3分的评分并不算太高。如果可以给更高的评分，恐怕10分都不嫌少。相反，对于不看好幸福到万家的观众，豆瓣7.3分也都算高分。进一步来看，幸福到万家目前正在播出，这部剧的评分结果会出现新的变化，观众正在静待这一新的结果出现。幸福到万家这部剧的豆瓣评分7.3分超预期没有。幸福到万家是一部精彩的影视剧，相比于有匪，同样是赵丽颖出演的影视剧，也就超出部分观众的预期了。因为王一博和赵丽颖主演的《有匪》这部剧的豆瓣评分只有 5.9 分，比 7.3 分的幸福到万家还要低。不过，和刘亦菲、陈晓、柳岩主演的影视剧《梦话录》相比，幸福到万家的评分并不一样。8.3 分评分的《梦华录》远超 7.3 分评分的幸福到万家，这样的结果令人回味无穷。对比这样的结果，幸福到万家豆瓣评分 7.3 分也就超出预期。因为有匪、梦话录、幸福到万家都是热播剧，很受观众欢迎。随着观众追剧的热情高涨，幸福到万家的评分会越来越高。所以，幸福到万家的豆瓣评分结果开局很好。要知道，幸福到万家这部剧的幕后制作团队非常用心，整部剧的制作水准很高，加上老演员刘薇的倾情演出，助力这部剧的人气和看点。所以高评分才是幸福到万家众望所归的结果。幸福到万家主角没有提及豆瓣评分，为啥？幸福到万家主角阵容强大，群星云集，整部剧看点十足。从开播到至今，主演和配角的戏份引人关注。不过，关于幸福到万家这部剧的豆瓣评分，却没有演员发文进行宣传。这样的一种意味深长，令人眼前一亮。毕竟，一部好剧的评分结果如何，是观众们在追剧之后所做出的选择，这样的结果才让人信服。倘若主角演员在幸福到万家播出之时去提及评分，也许结果会适得其反。不可否认的是，豆瓣评分对一部剧的影响其实很有限。评分的高低说明不了太多的问题，这就是观众对幸福到万家的理性认识。理性追剧、看剧、评价剧情，才是观众对待幸福到万家一种顺其自然的结果。